大家好。你知道5月28号这一天会有什么重大的转折吗5月28号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是不知道。我知道的是5月1号，从今以后，小朋友都要跟着大人放劳工假。爸妈全年唯一一天假日。对啊，我们直接在这边为各位爸妈们默哀1分钟。回到主题，其实5月28号就是 NVIDIA 2025第一季财报公布的时间，刺激，毕竟是一个 AI 领头羊嘛，所以它的财报每次都会是市场关注的重点，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，对，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，奈米股东关注的重点。回顾一下之前在2月份的时候，其实 DeepSeek 的出现，大家就会说啊，这再也不需要高阶晶片啦，低阶就够用啦。我们想要透过这次的分析去看看，到底这一个趋势是不是只是一场误会。我们之前 Coach 这个分析可以看这部影片。对，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，可以看一下。但我们这次就会直接用数据，跟以前一样，我们其实已经分析过很多次财报了。对。然后这次我们一定要是从 NVIDIA 的供应商、客户、竞争对手各方面的财报表现，去来推估一下这次 NVIDIA 它实际上的财报跟专家们的预期是不是有差距。而且这个影片上线的时候，你现在在看的时候，大概是财报公布前2周。哎呦，这么早就公布，是不是？是，所以 Coach 这个神预测，也许可以让大家还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做一些操作，对，做一些思考。当然还是要做自己的功课啦，然后根据这个里面的内容，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自己投资上的判断。好，我们先从 NVIDIA 客户角度来看一下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 ，Coach 特别把 Meta 放进来，因为 Meta 其实现在在 AI 的投资有目共睹，对，其实蛮看好的。然后他们也是用非常多 NVIDIA 晶片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全部加进去。先看 Q1 2025年最下面，其实我们已经把这几个家公司加总起来，跟去年同比62% 增长。然后如果看到2025年的 estimate， 看到最后边最下面，其实全部几个巨头资本支出增长是29%，比2024年60%，其实慢了蛮多。整个成长就是说，果然就是 DeepSeek 影响，然后开始增长放缓，也不能只是这样看。所以像我们假设看2025年的数字，第一它已经是320个 billion， 跟2023年比已经是一个2倍，基数大很多，基数已经不一样了。所以基数大，其实它的增长率原本就会慢一点，是正常的。然后第二呢，在现在经济比较不稳定的情况下，任何有一个 double digit， 大家都已经觉得非常好，更何况是有一个29% 的增长，而且在基数还是很厉害的，对，还是很健康的。Coach J 跟我们的观点大概是这样，所以整个资本支出这种客户的角度，应该是蛮乐观。然后第二呢，是这些公司之前有跟大家分享，在财报上，尤其是预估接下来的支出，通常会保守一点，藏一手。支出一开始就报很多，很容易就会让大家觉得你可能不赚钱，有可能会影响到股价。有一个小点是，其实这些大型云的服务商或是提供商来说，他们其实也有在财报的时候说，他们的数据中心的产能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，他们的客户需求其实是大于他们现在的供给，应该有那个诱因，能够持续这些资本支出，因为毕竟是目前看起来 AI 服务还是供不应求，还是供不应求。我们先看一下这4个巨头它各自投资的增长，可以看到增长最多，其实第一是 Meta 66%，然后 Google 是43%。第一 Meta 它还不是大型云的供应商，不是数据中心的供应商，以绝对值来说是比其他的对小一点，但是他们的这个投资其实是非常惊人的。就是他们成长率对成长率，然后用 AI 去优化它的所有的提供的产品，比如说 IG 啊、Facebook 啊这些的，蛮惊人的一个投资。然后 Google 当然也是很快，就是43%。云端供应商的领导者现在应该还是 Amazon。那 Amazon 你可以看到实际的总金额是最高的，对，100个 billion， 然后投资的成长其实也是蛮稳健，25%，还是算高。只不过大家可以注意到的比较明显的一个数字就是 Microsoft。Microsoft 2025年预期跟2024增长只有6%，在 OpenAI 的投资可能没有反映在这个整体的投资里面。不过呢，因为2024年它增长实在太暴力了，直接暴涨的是82%，所以也是跟刚刚说的一样，就大幅增加的时候，其实接下来成长率原本就是会有一些微调。这里呢，当然大家还是会说到说，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对 NVIDIA 来说，整个大家投资就趋缓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因为的确是2个角度，刚刚有分享嘛，就是从2024年假设全部加起来60%，然后降到2025年变成29%，然后 Microsoft 又是一个领先者，然后在2025年降到6%，对，所以这个趋势到时候我们后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角度，帮大家一起看一下说，那这到底放缓，还是其实有别的原因？当然这边要再跟大家补充一下，就是现在当然过去我们都是用这几个大的云服务商跟像这次多加 Meta， 不过在这些大的服务商之外，现在越来越多 AI 的新创公司，独角兽，甚至像一些自驾，然后跟比特币挖矿都会需要用到 NVIDIA 的晶片。连政府机关应该是说，其实在 NVIDIA 这些高阶晶片，现在使用的客户可能不局限于这些云的巨头，所以云的巨头有可能它对于整个 NVIDIA 生意增长影响力或者
它的份额，它的占比会稍微减少一点点，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分享。当然现在还是以这些巨头为主，只不过接下来我们可以预测，接下来几个季度可能慢慢会看到，除了这几个巨头之外，新的 NVIDIA 的大客户出现。第二个，我们从云端供应商的收入结构跟增速来看一下，他们有没有更多的诱因能够持续的投入。因为其实就是 AI 投入要赚钱，如果赚钱，持续赚钱才会持续投入嘛。好，那我们就回来看这个表格，有 Microsoft、Amazon 还有 Google。然后好消息是，其实今年如果把全部看，就是全部加起来，我们看 Q1 2025年跟去年 Q1 2024年比，增速整体来说还是20%，非常快，非常非常健康。Microsoft 看起来是21%，Amazon 16.9%，然后 Google 是28.1%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补充一下，因为 Microsoft 它并没有把它的云 Azure 的那个收入单独在财报里面揭露，在财报里面有提到，其实 Azure 的增长实际上应该会是33%，所以它整体云端的收入应该会超过它现在写的21%，对啊，所以这整体来说，甚至会让巨头整体的增长超过20%。还有一个前提是数据中心的供不应求的情况，就是它的产能其实是有受到一些限制。那在这个情况下还有这么高的增速，好，那就可能是可以让大家参考。其实对于接下来资本投资，其实是一个蛮乐观的讯号。当然，我们从供应商的角度，那就毋庸置疑啊，就是护国神山，一样又非常的健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，其实从最上面最右边这一季它的成长是35%，跟 NVIDIA 比较相关的，会是高性能的，就是 High Performance Compute， 以及比较高阶的像3奈米、5奈米这两块，对于 NVIDIA 来说是比较相关的。对，那在这边当然看到更恐怖的是，都超过70%的增长，相当可怕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对于 NVIDIA 来说一定是个好消息。那当然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，这就是我们跟 Coach J 的 S+ 级的。看这一集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，里面有分析了20几只 AI 跟能源的股票。每一次股市在往下跌，信心不足的时候，就会回去重温一下。然后如果不想看里面的分析，就看里面的鸡汤。对，鸡汤。好消息好像还不够多，我们的护国神山太强了，所以现在好像有说新一代的2奈米晶片好像会提前，恐怖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跟 NVIDIA 下一代 Vera Rubin 这个晶片的推出会是息息相关。那 Vera Rubin 之前有说，我们有一支影片在讲嘛，暗物质有机会解决通用人工智慧的一个瓶颈的突破，有可能会让大家在 AI 的这个进程上面更快看到下一步，然后打开这个数据中心一些产能的限制。对，台积电还会持续是 Coach J 跟我们最爱，对，目前 Number One。好，最后我们从竞争对手的角度来看一下，因为台积电很好，有可能它不一定供给 NVIDIA， 对，卖给了它竞争对手，对，卖给竞争对手，那对 NVIDIA 不见得是好事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，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。好，我们先讲结论，其实从这边表格看 Q1 25 NVIDIA 看起来应该是能够涨市占率的，上面的数字是一个推估的数字，因为他们财报还没公布，已经有公布的是 AMD 跟 Intel。那我们先看一下 Intel 比较有趣，因为大家其实看新闻应该都知道 Intel 其实在代工啊，等等等，就是整个业务重组啊，换 CEO 搞得沸沸扬扬的。所以重组之后呢，他们有再把之前过去在 data center 的收入，跟 AI 有关的收入重新再调整一次。对，神奇的，我只能说捷克太神奇了。它的过去几个 quarter， 每一个 quarter 神奇的加了1个 billion， 差不多1个 billion， 对，差不多10亿美金。重新的分类，表格里面看到就是，比如说第4季度2024年4.35，其实上一次财报公布的时候是3.35，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第3季的那个 NVIDIA 的财报预测的时候是3.35。对，所以 Intel 在这边就神奇的超过了 AMD。AMD 在第1季度公布财报之后，数据中心的收入其实环比也是下降的，苏妈可能要继续加油。不过对 NVIDIA 来说，那当然就是一个好消息了。那这个也可以再次说明，就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，大家都会说那其实影响最大的一定是 NVIDIA 的高阶晶片。那从这一个图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如果从数据跟现在的状态以及趋势来看的话，DeepSeek 反而是一个助力，就跟我们之前的影片分析的是一样的。最后一段，那当然就是 Coach J 的财报预测结论了，来预测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，现在把上一季的数字，就是营收还有 EPS 列出来，以及现在目前市场的共识列出来。所以这次的 Q1 的市场共识是43个 billion， 然后 EPS 在0.89。Coach J 呢，虽然现在季末有很多因素在市场上，包含像美国啊禁止向中国出口 H20 晶片，然后有一个55亿美元的特殊费用支出，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 NVIDIA 财报。不过 Coach J 相信，其实NVIDIA 这次的财报营收应该会比公司再高出15亿美元，所以定在44.5，心头一惊，很乐观，因为前面分析了几个是蛮乐观。然后 EPS 是
0.93，哎呦，也比共识高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看这个预测跟实际5月29是不是神预测，财报有没有超过预期，跟实际上股价会上会下，也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，因为毕竟最重要的还是未来的指引，接下来到底投资以及生意的预估是涨还是跌。不过刚刚也有说了，稍微剧透了一下，就是台积电2奈米有可能提前，那一定是对 NVIDIA 接下来要怎么去说下一步的指引会是非常有帮助的，所以应该以我们的角度来看还是蛮乐观。第二个呢是整个关税，可能到接下来6月底7月可能会也慢慢明朗化，对于 NVIDIA 接下来要去做比较精准的预估，也比较容易。所以这个是都是算好消息。最后值得注意的呢是比特币现在也复苏了，最近又突破10万多万。当然挖矿很多用到 NVIDIA 的显卡，假设比特币持续往前，对 NVIDIA 来说也是等于多一只生意的脚，然后再加上另外一边又有机器人啊、无人车啊，这些都会需要各式各样的晶片的情况下，对于 NVIDIA 来说就会有越来越多增长的动能。重点来了，所以内在价值，Coach还是坚守他的自己预估的内在价值。140美元，哎呦，跟上一次其实是一样，没有改变了，没有。即使现在有什么关税问题啊，问题一大堆，对，还是坚守。这不是一个专业的投资建议，所以大家要做自己的功课，然后自己做一些判断以及自己的风险评估。不过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，让我们来看一下5月28开奖。NVIDIA 财报，那我们就祝大家今年继续一起留在市场上，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真的，我们一起留在市场上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在节目最后，我们想跟大家介绍一个投资工具网站，它来自 Sentiment Inside Out 这个平台。这个网站提供可视化图表、指标与数据，帮助用户解读市场情绪和股价变动。Sentiment Inside Out 这个平台有2个功能超实用，恐惧贪婪指标会帮你分析整个市场现在是偏恐惧还是贪婪，就像帮你看市场情绪的温度计，方便你抓住低点或避开过热的时候。热火5线谱则是用5条线来看股价现在是便宜还是贵。这个如果掉到最下面那条线，可能就是捡便宜的好机会；如果涨到最上面那条线，可能要小心别追高了。对于有在关注市场的人来说，是个不错的参考工具，推荐给有兴趣的朋友。